按照佳明正式上线和各位玩家见面的时间，我们大概提前了1年多左右，在2022年11月启动了 4.4 版本的新角色规划。4.4 版本的海灯节正值春节期间，我们也希望能有一位贴合节日氛围的角色跟大家见面。我们先是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寻找大家喜闻乐见的元素。在内部讨论会上，有同学就提出了舞狮这个方向。舞狮这个文化形式历史悠久，很有视觉看点，通常能让人联想起节日、庆典或者店铺开张这样的热闹场景，在脑海中会浮现喜庆、吉祥这样的关键词。由此，我们就将它正式选为了佳明的设定基点。此后，我们就带着对舞狮文化深入学习的态度，不断收集与舞狮文化相关的各类资料，包括舞狮的技术方法、风俗习惯，还有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舞狮的不同特色。我们一方面深深折服于舞狮的文化之美，另一方面也开始寻找一个合适的窗口，将它跟原神的世界观相结合，尝试分享并且传达它的艺术魅力。而在将舞狮这个概念以舞兽戏的名字引入提瓦特大陆的过程中，我们也进一步确认了舞兽戏的定位。对于在梨粤港生活的梨粤人来说，梨粤戏是长久以来有所传承的艺术形式，而舞兽戏则是一种刚刚兴起的新民俗。那么佳明这样一位年轻的舞兽戏表演者会有着怎样的成长环境？这种环境又让他拥有了怎样的见闻爱好？他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又会以什么态度去对待困难？针对这些问题，佳明的整体形象慢慢在我们的心中清晰了起来。他热爱舞兽戏，喜欢喝早茶，热衷于结交朋友，说话用词也会有一些不同于别人的特色表达，甚至会不自觉地冒出一些俚语。他就像我们身边一位很熟悉的朋友，而我也很高兴借今天这个机会将这位新朋友介绍给大家。当时知道要做一个舞狮少年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心里其实也是非常欣喜的，感觉所有参与制作的同学都非常的有动力。舞狮是一项中国传统文化，它在很多作品中都有诠释。如何把一个舞狮队才能呈现的表演尽可能的在单独的一个角色身上呈现出来？舞狮文化呈现的度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其实在前期一直困扰着我们。在佳明最初的玩法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呢，动画同学就给到我一些普通攻击动作的小样片段，用来进行技能模组的推演。在舞狮表演中有个很标志性的动作踩青，很有不断腾跃向更高处进取的感觉，既能给人耳目一新的观感，也非常符合佳明热情、不畏艰险、勇于挑战自我的品质。我们开始以此为灵感，慢慢确认了佳明的玩法白盒和技能模组。在明确玩法之后，我们也正式启动了角色的研发流程。当时怀着对佳明真实生活的想象，我们尝试将他的舞兽元素融合到佳明的设计中，但一开始总觉得结合的不是很理想，我们一度陷入了瓶颈。所以当时我们想着如何打破这个瓶颈时呢，正巧屏幕上的梨粤港入夜，万家灯火点亮，这才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灵感。所以我们开始尝试把霓虹灯的元素融入设计。每次夜晚来临的时候呢，灯光勾勒的图案就会显现出来，就有那种节日时候张灯结彩的景象。这样既可以把佳明一种日常的状态，还有他表演的两个状态结合到一起，也可以把他的日常装束跟他所喜爱的舞兽戏自然的结合起来。然后今天的会议大概有2个章程，一个是我们这边会策划会同步一下佳明的整体的一个设计方案，然后接下来就是果果这边画了一些那个佳明的一些原画的一些小样，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这边果果这边画了3个，我个人其实觉得这个有点太像龙了，对，有点像龙。对，虽然今年是龙，这个呢又太像传统的是龙。
如果是比较虚的东西的话，其实它透明在排序上面都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说这里可能不太建议去做一个半透明的东西。现在，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就不那么传统发光那种感觉是挺好的。那我觉得就是因为它透不透，其实光感可能都是要的。所以在接下来的兽首设计上，我们也希望跟世界观有些融合。经过与 IP 同学的沟通，我们了解到了神谷地区兽系的风俗，以及一些有关泥兽的传闻和故事。然后依据 IP 同学这样的背景设定，我们参考了大世界中新的怪物首领隐山泥兽，最后选了一个既带有隐山泥兽元素，又带有传统武士元素的版本。3D 同学根据最初的原画脑动图制作了兽首的出版模型，进行效果的预言。但实际进到游戏中后，会发现存在2个问题，一个是因为透视畸变的关系，显得整个脸偏狭长，比例上有些奇怪；其次是设计上整体兽首给人的感觉不太威严。基于实际引擎效果，3D 这边截取了多个角度的图片给到原画同学进行参考和调整，迭代了很多版本。在灯光元素和发光效果的制作中，我们发现有一种比较新奇的武士表演——电光武士，它很接近我们想象的效果。电光武士在传统与现代、现实与奇幻中取得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而这种效果又让人联想起霓虹灯。霓虹灯所代表的城市气息复古而又迷人，当它与武士这门源远流长的艺术相结合的时候，不禁让人有种置身于历史交界处，迎面感受视觉冲击的奇妙体验。我们想将它融入到设计中，成为一个记忆点，经过对发光状态范围的多轮调整，最终确立了目前的效果。可以说，围绕整个兽首的开发过程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我们希望兽首这个概念，它不仅仅是角色的一个装饰，更能够自然地融入在佳明的实际战斗和种种表现之中。既然是一个武士相关的角色，我们就必须把最明显的特征落实到位，为玩家呈现出最具有代表性的武士元素。为了将兽首更好地融入到佳明的动作中，我们参考了很多武士的文化要素，目的也是为了将表演里腾挪纵跃的身法、富有灵气的神态等等特色融入到游戏内，做出更亮眼的动画表现。同时呢，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武士的动作精髓，我们也请到了专业的武士队员进行动作捕捉和指导交流。是的。我们在请动捕队员的时候，其实学到了很多我们之前没有找到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对，这些是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对，然后受限于我们角色中位移的这个限制，有很多动作没有办法还原，比如说在梅花桩之间的跳跃，以及像这种麒麟步左右或者是前后这种走动，就我们在表演里面的时候，其实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把它做在游戏中的话，那可能早上在蒙德，下午就要封单了。对，所以说我们在普攻的时候，一直在梅花桩之间的跳跃这个地方纠结，我们推翻了可能超过将近有20版，对吧？可能将近有20版的动画设计。对，我们做了大量的尝试，最终终于确定了以上装作为设计元素，作为我们的核心要点，这样既能展现佳明高超的武兽技巧，也能保留我们梅花桩的设计要素。普攻最后一击，我们同样也参考了现实武士队员表演采青的一个表演，只不过我们这时候把那个青菜换成了双手剑，对，然后以兽首口衔大剑一记势大力沉的翻身下斩作为收尾，佳明也顺势摆出了一个威猛的造型。同时在代际动画中，我们也想着重的表现兽首在佳明精湛表演下的活灵活现。以兽首四下张望、好奇试探为主题，由此我们也去设计了一些兽首的摇摆，然后欲进还退的动作等等，然后配合口眼的开合去表达兽首的神韵。做完这些，我们还是觉得中间缺少了一点东西，于是我们将收集到的资料还有和武士队员的交流心得汇总起来，反复的研究，然后在海量的素材中。其中有一个片段吸引了我们，用脚一挑把狮头勾起来，完成了骑狮动作。这个动作其实很符合我们对佳明的印象，于是我们就用这个动作作为蓝本，调整了少胡须的一系列细节和节奏，
作为开场的一段特色表演。那到此，整个表演已经很趋近我们想要的样子了。俗话说，要得精人意，须下苦功夫。平时嘻嘻哈哈的佳明在练习表演武兽戏的时候，会变得异常的认真。我们也希望能从佳明的武兽戏中学习到他脚踏实地、拼搏进取的精神。先看一下那个战绩，那个前面往前跳的那个地方，那个时间点，看下是大概是怎么样。对，先把整体手感再调优一下吧。在佳明舞起来之后，我们纵观全局的效果，感觉好像还是缺了点灵动的元素。在我们原本的设计中，佳明使用元素爆发后会产生一个运动的小球，佳明要去接住它，机制本身并不复杂，但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过程更加的有趣。他下一次再打出那个元素战绩砸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又会掉出来，就等于循环往复。他只要元素爆发的时间没有结束，那就可以重复的去打出元素战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可能它是一个生物？因为他自己要飘过来，那他肯定是有自主能力。对，所以说我之前跟那个果果聊了一下这个东西之后，就是他家里不是养了只狗吗？长得像狗的身狗的那如果真的有个东西不是扑过来的话，有没有可能是有个生物一样的东西，能够去跟佳明做一个互动，动作上的一个互动？传统舞狮其实是需要2个人配合完成的，而佳明只有1个人。但如果我们延续使用泥兽形象的思路，让泥兽幼崽成为佳明亲密的伙伴，在技能模组和玩法中配合佳明的表演，丰富他的动态表现，也能进一步体现出现实舞狮中那种团队配合的感觉。因为我看左边那个也是有一点那个对，那个感觉，差不多的感觉，有点这种。对，你们是想表现出火，还是想表现出那种中国特色的水墨，还是说其他一些毛发？这可能做法就不一样。其实左边那个比较偏向水墨，但是左边那个版本已经 pass 掉了，所以比较偏向右边那个，有一点类似火，然后又类似毛发的，它元素我都要。火元素结合一下。对，反正这个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具体做的时候贴图什么肯定可以调。像用火做出毛的感觉是吧？对，就是都要。文仔的特效上，这次我们也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原画设计，身体其实有一团像火焰一样的感觉。我们起初尝试用模型加特效材质的方式预言了泥兽的身体，但由于有硬边感，导致模型版泥兽观感不太好。我们希望可以更还原原画设计中偏流体的身体设计，因此决定尝试用纯特效制作泥兽的身体。虽然泥兽的身体是一团特效，但是为了能够做出灵活的动态，我们需要用骨骼去驱动，这些都是之前未做过的效果。身子不是有其他这个那个特效，不是挂在这个骨骼上吗？就类似脊椎骨那样的，然后这个骨骼不要拧得太厉害。对，像那个刚刚那个旋转的时候，它就是相当于是这样的，这个脚在这儿，所以说这一块特效就全部遮边了。尽量不要让他们，其实跟他像这样，就是跟他脚其实没什么关系，主要是这个质感。对，主要是你指的是就是不要攻得太厉害。我们做了很多的预言和联调，和原画、绑定、动画一起去摸索，这增大了我们的研发难度。最终我们成功用骨骼绑定特效，既保持了特效的感觉，也能更好控制它的动态。采取了特效制作的难点在于，我们在制作泥兽身体动画的时候，无法直接看到实际的动态效果，所以需要我们和动画同学在引擎里反复的加载来验证效果。但是我们就是希望去尝试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取得一些新的突破。最开始我看到泥兽的一些动作设计，可能是基于它目前的形象，整体风格会偏向乖巧和可爱。但其实不管是传统的舞狮，还是人们一般印象中的瑞兽，普遍都会更偏向威风活泼的形象。而舞狮本身也是一种很有活力的文化，于是当时就向动画的同学建议，能不能让泥兽表现得更加调皮一点，更有主动性跟活力感呢？可以是那种走反跑。对，就像狗很疯的感觉。但是如果本来过来才识别度就不高，你然后再跑来跑去的，如果这个弯折很大的话，会不会更看不清？可以是一种那种节奏变化。再后面如果说你在原地等它的话，可能就直接变得往你身上飞了，对，扑到你身上那种感觉。如果泥兽跟佳明可以一呼一应，时而拌嘴，时而默契有加，氛围会显得更为融洽。泥兽的名字文仔
这是源于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名字上寄予美好期望的习惯。泥兽顽皮捣蛋，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佳明给他取名为文仔，就是希望他日常生活中可以文静一点，少闯祸。不过期望归期望，无论文仔是怎样的性格，都不会影响他和佳明之间的彼此信任。正如武兽戏是一门合作的艺术，经过无数练习之后，现在佳明跟文仔之间光凭肢体动作就可以心领神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4.4 版本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技术突破。电脑端、主机端会上线一个全新的自适应曲面细分技术。原神上线3年了，我们也意识到现有模型的精度已经无法满足玩家对于高品质美术表现的需求。受限于多个平台的体验，我们需要在兼顾性能的前提下进行优化。经过与引擎同学的不断尝试，我们另辟蹊径，用一种新途径提升现有模型的精致度。在引擎内，程序会动态地去识别对象模型，并在性能允许的范围内实时地去提升模型标记区域面数的精细程度，同时在性能上也可以保持稳定的状态。除了佳明以外，我们对于过往3年的所有角色和 NPC 都进行了重塑和标记，来满足程序的处理和识别。我们用了大概3到4个版本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这个过程要处理回归的老数据、程序 bug 也非常多。虽然工作量很大，但是我们始终认为原神的美术是必须不断迭代和提升的，最终的目的一定是要给玩家带来最好的体验。佳明年少离家，一直在外面摸爬滚打，遭遇诸多困难，但他对于武兽戏的热爱从没有改变。他喜欢武兽戏，也发自内心的希望观众能感受到武兽戏的魅力。但希望并非嘴上说说那么简单，佳明很清楚，只有不断打磨技术，创作出更精彩的武兽戏，才能被更多人认可和欣赏。什么样的动作更能表现泥兽的威风神态？什么样的表演行头才能吸引更多的观众驻足？他一遍遍思考，一遍遍尝试，脚踏实地的改进。现在感觉这里头就是比之前好一些，感觉这里头转的感觉是好一些。晚上8点，我们勤劳的特效师依旧在努力工作，为了把效果做得更好，他不惜付出自己的时间，也要进一步精进效果，追求极致，让玩家有最好的体验。同学，你制作时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心得体会就是要用心用爱。你现在最满意的技能是哪一个？最满意的就是现在这个元素爆发了。这个人他不是彩妆往前蹬了一下吗？就感觉他现在就是没有踩在妆上发力那个点，看起来像是只是在妆子上直接有一步带过，就直接就划过去，就是这个表现，就单说这个节奏，我把这个妆子删了，它也不影响任何事情。希望它的拖尾看起来更清晰一点。当然，我懂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加一个长更虚的拖尾在里头，这样让它画的轨迹会长一点，这样这个意思。就之前那个轨迹我先调亮一点，区别。就佳明这个动作其实像有没有狗动作都一样。对，就是但你被推了。它像是打了个，就是没站稳，然后往前列起来2步。验收会上的效果可以说基本达到了预期的品质标准，但其实大家还是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为了体现佳明自我对演出的创新，以及为了让这个角色更加的炫酷和惊艳，我们又为兽首做了一些衍生的设计。在已有的较为热闹喜庆的传统武士风格之外，我们希望呢能呈现一版
光电效果更强、反差更大的美术表现效果。在经历了多个方向的设计、迭代和讨论之后，最终选取了这样一版带有赛博风格的兽首设计。佳明会在待机动作中展示自己对武兽系的创新设计，这也算是我们给各位旅行者准备的一个小彩蛋。传统开发的过程中，各个部门之间一般是有比较明确的先后关系的，一般是先有角色设定，然后再有玩法设计，以及游戏中的建模、动画、特效。但佳明这个角色，他的玩法和整体美术上的表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得不让多个部门在有限的时间里同步的介入，通过多部门联调、快速迭代、快速验证的方式，让佳明的效果达到最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怀着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我们期望把结合了传统与现代风格的佳明在 4.4 版本带给各位玩家。希望大家在与佳明结伴而行的时候，可以体会到他身上独有的活力与创新精神，欣赏他与文仔精彩的演出，也体会到舞狮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未来的版本中，我们也会继续以这样一种精益求精、对品质不做妥协的态度，为各位玩家带来更加优质的游戏内容和体验。作为一位富有主见的少年，佳明对于武兽系充满了澎湃的激情，他始终怀有弘扬武兽系的美好心愿，想将它做成一番事业。然而现状所迫，这样的选择并不能支撑起生活的重担，佳明也遭到了父亲的反对，他只能以一名镖师的身份，平日投身在繁忙的工作之中，在空闲时间暗暗地为自己的梦想积蓄力量。那佳明的处境和心情，或许和我们身边一些坚持从事传统文化行业的朋友们和老师们有所相似。我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有些脍炙人口，有些则不为人知。在某些传统文化的领域里，他们的传承者默默坚守在第一线，独自承担着压力，继承并弘扬着承载了无数时光与历史的故事。如果你愿意留意，便会发现他们同样也精彩纷呈，魅力无穷。武士文化传承久远，博大精深，单凭我们三言两语无法把它讲个透彻。佳明的故事只是一个影子，我们希望以游戏这一形式为载体，通过我们的塑造，让更多人喜欢上佳明，喜欢上武兽系，最终感受到我国传统武士文化的独特魅力。我们也想借此机会，让大家将目光投向更多的传统文化，无论是他们所呈现出的魅力，还是他们目前仍然存在的困难。在游戏中，我们对佳明伸以援手，让他能更加坚定地追逐自己的梦想；而在现实中，如果我们能向传统文化伸出双手，去了解、触摸，甚至去守护他们的美丽之处，我想那一定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毕竟，海灯节堪比星河的漫天灯火，是由我们每一个璃月人手中飞起的箫灯汇聚而成。